你看过凌晨4点的外滩吗？你见过外滩的日出吗？你知道万国建筑群现在是用来做什么的吗？以及你知道外滩的夜景有多美吗？今天这个视频将一一告诉你答案。我没有见过凌晨4点的洛杉矶，但是现在我在凌晨4点的上海哦。嗨，我是 Daisy， 一起来看看凌晨4点的上海外滩是怎么样的吧。现在是在上海的万国建筑群这边，虽然是4点多，但是可能是因为夏季的原因，天已经亮了，然后路上也可以看到有三三两两的行人，然后还有车。没有想到外滩观景大道这儿竟然已经有不少人了。对面就是浦东3件套。这边有不少人都已经拿着长枪短炮的摄影设备在这里蹲守。这边的景色真的好好看哦！你看这个云，现在5点还不到哦。我的身后是万国建筑群，我的对面是浦东3件套。我现在站在天刚蒙蒙亮的上海。你这个小心坐上去啊！啊，对。黄浦江这边的货船也都在正常的行驶着。好机智啊！他们把手机和摄影设备放在这边。来看太阳，这边变。在2点啊，2点，你看，哎，你看那个小姑娘，对吧？啊。没有，我在录像，我在录像啊。哦，你在录自己？哦，我在录自己啊。现在可以看到太阳在对面慢慢升起来了。没想到这个点天上竟然有风筝哎！哇，太阳慢慢上来了耶！现在站在外滩这边，吹着黄浦江的风，看着太阳慢慢升起来，好舒服啊！然后其实今天刚出门的时候，因为天是全黑的，所以我是有点害怕的。直到我出了马路，看见路上已经有车子在开了，来到这儿。我看到有黄浦区公安分局刚刚有一个标志，另外我听到有一个类似于是巡警或者是保安人员，他坐在旁边休息区，拿着对讲机在那边说外滩正常，然后对讲机那边传来说南京路正常，我才意识到哦，原来虽然现在是凌晨4、5点，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他们的工作了，然后现在这个地方很安全。现在是5点多一点，但是随处可见跑步的人。我这个体育渣渣是对此非常崇拜的。嗨，我是 Dais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这里我会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如果喜欢就请点赞订阅吧。好，看到一只风筝要准备飞上去，天上的风筝越来越多了。你帮忙是正常的，你帮忙是正常的。电风顺，你不是半道都要碰，跟他不能就一丢没得。
看上去看起来很小的风筝，它实际上竟然有那么大。放风筝也是门技术活。这个是人民英雄纪念塔。这就是外白渡桥啦。我一直觉得这个桥有点眼熟，然后后来想起来，好像是之前小时候看的一部电视剧，叫做《情深深雨濛濛》，里面经常出现这个桥的情景，但不知道电视剧是不是确实是在这个桥上拍的。你看，桥上也是有工作人员维持着安保秩序的。这个车可能是停错位置了，然后执勤人员要把它这样子拖到它应该停放的地方。辛苦了。自行车终于回到了正确的停放区。现在还是在外滩这一块，人好少哦。哇，好像听到了无人机的声音，好酷哦！这边是无人机航拍组，然后这边是手机相机拍摄组。我现在是在乍浦桥上，然后身后是浦东三件套。然后对面就是外白渡桥，它可以看到天上的风筝。我现在蜻蜓好多啊，我的妈！准备骑个车去南京路步行街啦。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就请点赞订阅吧，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谢谢。到南京路步行街啦，现在是上午6点多，南京路步行街上人不多哦。哦，这个建筑上的小人是怎么回事？这边竟然还有一个，好可爱哦！羽毛球果然是国民运动。这是太极。这也是太极。Miniso 在这边有一家全球 IP 联名集合店，好酷哦！粉嘉年华，这又是啥？是贵州茅台的活动吗？我看主办方有贵州茅台。这是南京路步行街上第3个可可爱爱的小人，虽然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哇，这里有好多吃饭的地方啊！通过这次拍摄，我才意识到，原来我理所应当的每一个早晨都是别人所精心准备的，无比感恩。拍摄结束后，又困又饿，来网红早餐店打包早餐，点了份蛋饼，家里鸡肉，还有可可奶。早上好哦！嗨，外滩作为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可以在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介绍。但我更好奇的是，外滩的这些建筑现在是用来做什么，以及这些建筑的里面是怎么样的。今天这个视频将带你解答这一些问题，包括教你如何用性价比最高的方法来俯瞰外滩以及黄浦江对岸的浦东。Let's go！ 我身后的这个外滩信号气象台就是外滩的起点啦。这种风格的信号台在全世界只有2个，一个在挪威，另外一个就在上海。首先从外滩1号的亚细亚大楼开始逛起。外滩1号现在变成了9市国际艺术中心，可以直接进去哦，去看看吧。在1楼中停的时候，记得抬头。路过外面标牌的时候，记得扫码，这样就能看到亚细亚建筑的完整介绍。这里是外滩2号，曾经的总会大楼，现在是华尔道夫酒店。
外滩3号除了1楼和3楼分别是珠宝和画廊之外，其他5层都是餐厅。嗨，在这边强烈推荐外滩3号7楼的 Pop 餐厅，它这边有露台，然后你可以点上一杯咖啡，俯瞰整个外滩，包括是黄浦江对岸的浦东，视野特别好。现在这个露天阳台是没有人的，感觉我一个人把这边承包了。Cheers！ 今天虽然气温比较低，但是是个大晴天。我坐在外面露天的地方，然后太阳照过来，就一点都不冷。外滩的5号是恒丰银行，一般只办理银行业务，不对游客开放。外滩6号门口的装饰很吸引人眼球。Hi, buddy. 中国的男足，我在此不做评价。外滩6号的里面也是有各种餐厅的。网友说4楼的下午茶性价比还可以，但是因为它不是很高，所以视野一般。这个是外滩7号的盘古银行。外滩全长1.5公里，在1844年的时候被划为了英国的租界，外国的银行、商行、报社在此集结。1943年8月，外滩交还上海公共租界，结束了长达100年的租界时期。外滩9号轮船招商局大楼是外滩的唯一一栋红色建筑，它是中国人自主经营的第一家新式轮船企业。虽然看起来很小，但是它在当年掌握了50%以上的港口。外滩12号的浦东发展银行是目前外滩的银行建筑里唯一一个对游客朋友开放大堂参观的。外滩12号被称为整个外滩最贵、最有排面的建筑，它的造价据说在当年可以买下外滩的半条街。在1921年，汇丰银行花了1000万白银建造了这一栋建筑，这在当时相当于汇丰银行2年的收益。12号这边有3大稀世珍宝，珍宝之一是门口的铜狮。其中张着嘴巴的这个门口的铜狮是港币100元的原型，这个狮子是在英国定制的，它在1923年的时候从英国运到上海来，重量大概有1吨。张口的这个狮子叫史蒂芬，闭口的狮子叫芬迪。张口是代表招财，闭口是代表守财，一张一闭代表钱财只进不出。工作日的时候可以来银行内部看另外2个珍宝。第2个珍宝是大厅里的罗马穹顶，直径有16米，镶嵌着一幅巨型的马赛克壁画，由昂贵的产自威尼斯的马赛克拼接而成。顶上面的正中间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丰收女神，背景是太阳，表达了他们对太阳的顶礼膜拜。这里的1楼用于接待客户、办理业务，2楼是办公室，不对外开放。第3个珍宝是28根13米高的天然大理石柱，其中有4根没有经过任何拼接，全世界一共就只有6根没有拼接过的，另外2根在法国的卢浮宫，很豪横了。12星座下方的8幅壁画则代表汇丰银行全球核心城市的8家分行，穹顶上面还有个露天的露台。这里的2侧还各有一幅古希腊人物画像。外滩13号的江海关大楼目前仍然是上海海关的办公场所，不提供参观。当时这个钟在当时就花费了2000两白银，从美国运到上海，目前也是亚洲第1钟。中国有近50年的时间，关税是由外国人征收的，
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之后，这口中的整点报时音乐才从威斯敏斯特钟声换成了爱国音乐《东方红》。这首歌代表着中国海关回来了。外滩14号是上海市总工会，1楼有劳模分彩展。外滩15号的上海外汇交易中心同样是办公场所，无法入内。外滩16号的招商银行开始，接下去一共会有5栋楼，就是100年银行建筑，提供业务办理，暂不开放游客参观。外滩18号是世界艺术展厅，这里是外滩20号的和平饭店。和平饭店的正门诞生了中国第1条商业街——南京路步行街。和平饭店是整个外滩最高的建筑。传说在旧时期，如果你犯了事儿，只要你躲进和平饭店，白道黑道都拿你没辙，因为和平饭店的老板姓杜。但实际上呢，和平饭店是由一个叫沙逊的外国人所建造的。整个外滩这一块，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万国建筑群，就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非常有感觉。万国建筑群由52幢建筑组成，有1.5公里长。站在这里会有种五味杂陈的感受。这些建筑形成于租界时期，尽管汇集了各种建筑特色，比如哥特式的尖顶、巴洛克式的廊柱等等，但有很长一段时间，这里并不是上海，甚至不属于中国。现在，上海早已全面收回租界，万国建筑群也依旧矗立在黄浦江畔，对面是浦东新区，各式各样的建筑早已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其实整个外滩这一块，我感觉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人都很多。然后刚刚我从滨江观景平台走到乍浦路桥的时候，就那一路上，我听到有保安或者是民警的人员，他们拿着对讲机在那边说3号正常、4号正常、5号正常，还蛮感慨的吧？就确实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的。5点多来到乍浦路桥，准备看日出。乌漆漆的天，有人竟然已经在桥上钓鱼。再往前走，2位摄影师都已经把装备架起来了。现在的天真是乌漆嘛黑，路灯都还亮着。我原来一直以为东方明珠的灯是整晚都亮的，现在才意识到，原来东方明珠是晚上7点亮灯，11点关灯。大家如果要看浦东3件套夜景的，自己掌握下游览时间。来这里看日出之前是想拍个静态景别的，把日出的整个过程完整的记录下来，包括记录下整个云卷云舒的状态，一定会很好看。但是来到现场才发现没有三脚架，我全程都是用手举着在录视频，但是总是发现过不了多久镜头就会有很轻微的偏移，所以没法展示连贯的已经到底的日出过程，有点小遗憾。想来这里看日出，完全是因为网上说这里是打卡3件套的最佳机位。这个位置也还可以看到外白渡桥上来去匆匆的车，远远看过去还真的挺像开瓶器、注射器和打蛋器的。在这个位置，黄浦江两边的建筑风格和3件套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6点多，乍浦路桥上的人慢慢多了起来，太阳也从3件套的后面慢慢升了起来。因为今天天上云的量还可以，
这时候太阳附近的云颜色有点变红了，我原来还挺期待满天火烧云的朝霞的，但是后来红色就慢慢都退掉了。给你们展示下来这里拍照的人，有些可能就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偶然经过桥上，看到有那么多人打卡拍照，于是也停下来掏出了手机。等太阳出来的过程中，还碰到外国人来打卡，很诧异，他们竟然可以在流畅的英文中直接说出3件套。嗨，我是 Dais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这里我会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如果喜欢就请点赞订阅吧。嗨，我刚刚在乍浦路桥那边看完日出，因为之前在网上刷到过短视频，那个时候是夏天，会有很多人挤在外白渡桥那边拍日出。现在是秋天嘛，我打车到乍浦路桥大概是5点半左右，那个时候桥上没多少人，是后来的话来这边看日出的人慢慢多了起来，但是和短视频里的盛况比起来，人还是少了些的。现在我准备从乍浦路桥往外滩观景平台那个方向走，看看是不是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今天出门还是有点大意了，昨天晚上我还特地查了一下，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温度大概是11度左右，因为在乍浦路桥那边拍视频嘛，就一直站在那儿，那边又有江，就感觉自己现在好冷。果然，每次只要早起来到外滩这边，不管温度是几度，都会有人在这里晨跑，真的好佩服他们。现在也就7点左右吧，外白渡桥这里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勤劳的人们也都已经在去上班的路上了。今天可是周日，我拍完视频，真的有一小会儿觉得自己的鼻涕都要被冻出来了，一边走一边哼哼唧唧的。结果大家都穿着短袖，全身是汗的在跑步，感觉自己好菜。打着太极的叔叔阿姨们步伐好稳，踏步落地铿锵有力，而且他们的服装其实也很单薄。我偶尔自己会打8段锦，这些看起来不费力的几个动作其实并不轻松。这里竟然还有猪八戒的风筝，这个造型也太讨喜了。果然，夏天来这里放风筝的叔叔们，秋天也在。这个风筝像是蜈蚣形状的。这位叔叔说，他一开始放风筝主要是为了改善自己的视力，玩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效果还不错，现在在安利给自己的同伴。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就请点赞订阅吧，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谢谢。这是整活啦，叔叔阿姨们还会彼此打气鼓劲儿，遇到一些比较难的动作还会统一喊口号，好酷啊！干嘛的？
我一开始不确定这个叫什么，还特地赶紧在网上搜了一下，然后才知道这个原来是叫彩带龙。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只看到一个叔叔在玩彩带龙，另外有一些彩带龙是放在地上，其他的叔叔阿姨可能在休息。然后我们这边有2、3个陌生人在给唯一一个在无彩带龙的拍照或者是拍视频，刚好可能其他叔叔阿姨也休息完了，然后他们就一起就很整齐的作为一个团队，然后做了一番彩蛋龙的展示，再加上那个音乐吧，确实很契合，然后就看起来感觉很棒。而且我网上看了一下，这个彩带龙虽然看起来很轻，但实际上如果舞出它对应的动作的话，其实是需要不少的力气的。而且现在是大清早，感觉叔叔阿姨们都很有活力，精神面貌非常非常好。这是万国建筑群白天没有亮灯的样子，在这里跑步一定很 chill。一边是浦东的风景，另一边是租界时期的建筑。我每次来这边，即便是走几步，都会觉得元气大增。外滩这边原来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免费的公共厕所，因为没吃早饭就出门了嘛，我现在是饥肠辘辘，又冷又饿，准备先去吃个早餐。因为今天是礼拜天，现在也不晚，早餐店里面我估计也没有很多人。Let's go！ 这是去早餐店路上的意外发现，选择了一家苍蝇馆子吃经典的上海早餐，紫饭团和甜豆浆。最近很好这一口，店里的装修比较简陋，但是来吃饭的人不少。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就请点赞订阅吧，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谢谢。紫饭团里加了油条、肉松、咸蛋黄和榨菜，塞得满满当当的，老大一个。油条很酥脆，热乎乎的豆浆，整个人满血复活。在我对面的母子点了咸豆花、梅干菜饼和油条，都是记忆中的味道了。